只见师傅们腰缠绳子，在崖壁间来回穿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技表演，实则是采药人的谋生手段。而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苦苦追寻的，正是被奉为9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。咱们来看看上世纪30年代的报纸，对比一下铁皮石斛的价格能卖到冬虫夏草的20多倍。最近20年，铁皮石斛也一度能卖到上万元一斤。那它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会拥有如此身价呢？这是一种很励志的植物，它们或是附着在树木上，或是附着在崖壁上。虽然没有土壤，但石斛进化出了气生根，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。与此同时，在共生真菌的帮助下，哪怕是坚硬的岩石，石斛也能汲取养分。不过它也不是完全不挑，石斛喜欢生长在温暖湿润、半阴半阳的环境中。像明朝上贡给皇家的铁皮石斛就产自温州的雁荡山，那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温暖湿润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沛，光照适中。本草从心中有写，味甘者凉，温州最上。这里说的是石斛的茎。炎炎夏日，滚烫的阳光直射崖壁，为了保护自己，石斛的茎部会产生大量的多糖类物质，增加体液粘稠度，锁住水分，这使得它不论在严寒还是酷夏都能傲立崖间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在抵抗逆境中产生的化合物，让石斛在古代就成为了一味名药，具有益胃生津、滋阴清热、止咳润肺的功效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石斛都有药用价值，它在全球有1500多个品种，中国有70多个，只有铁皮石斛被中国药典单独列为了一项，足以证明它的珍稀价值。而除了生长环境，石斛的生长周期更是缓慢，一般1年只更新1次茎，每次也就生长1-2根。等到第3年，石斛的多糖含量达到了顶峰，才最适合采摘。这下是不是不难理解铁皮石斛的价格为什么如此之贵了？但贵也有贵的代价，在本世纪初，野生的铁皮石斛就基本见不到了。现在它已经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，随意摘可是要踩缝纫机的。那开头出现的采摘画面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了更接近野生种植，人们会把培育好的种苗放在树上或者悬崖间，在增加产量、满足药用需求的同时，也让为数不多的野生石斛得以喘息。现在回到前面的报纸，为什么石斛又叫风斗呢？其实后者是前者古法制作出的中药材，将荆条烘干、卷曲再烘干，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也可以直接购买石斛鲜条，嚼着吃、泡水喝、煲汤、榨汁都可以，毕竟药食同源。但我比较懒，更喜欢每天来一瓶铁皮石斛汁，滋补肠胃，清热下火。铁枫糖作为中华老字号，原料选用的是雁荡山濒危种源栽培，近野生种植的3年生红杆铁皮石斛。16道制作工艺将传统和科技结合到了一起，宽汤久熬，较大程度上的保留养分，最终就有了这样一瓶泛着淡紫色的铁枫糖铁皮石斛汁。它的粗多糖含量不少于600毫克每瓶，很少有石斛类产品会这么直接地标注多糖这个核心成分，并且原料只有铁皮石斛和水，在调节身体的同时，也更适合控糖和减脂人群。有需要的小伙伴大可以尝试一下。